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都在拍二手车哦，在二手车上呢也分享了一句话，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啦。那就是呢，这个二手车虽然讲是别人用过的车子，可是啊，前车主已经吸纳了大部分新车价格，所以有兴趣买二手车的你，只要支付少于当年新车价格，你就可以买到你很心仪，可是当年你可能负担不起的车子。就好比如 Honda Civic FD 咯。可是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车子不是 Honda Civic FD 啦，今天我们要看的车子呢是当年150千，可是啊，现在只要48千的 Kia Optima K5。早期 Kia 的车子，它的外观设计呢是属于那种很老派韩系车的设计，一直到它统一了家族设计语言，那就是采用了虎皮式的外观设计，让 Kia 旗下的车子它的外观设计呢有了很大提升。这辆 Kia Optima K5，它当年的同级对手就有 Toyota Camry、Nissan Tiana， 还有 Honda Accord。如果我们不看牌子，我们也不看这个二手价的话，我们只是单单看颜值，我相信啊，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这辆 Kia Optima K5的。因为呢，它少了早期那种日系车很昂哥的外观设计，它反而用上了欧洲车那种很激进、很热血、很运动化的外观设计，让它和它的同级对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总结来讲，就是一句话啦，长得比别人好看就对了咯。其实也不止样子好看呐，我们看车侧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侧裙离地距离是蛮低的，所以有一种很沉稳的视觉感。加上啊，它这个原厂18寸的原装的这个铝圈的设计呢，也非常符合它的沉稳的体型。Kia Optima K5 它的尾箱空间其实也是蛮大的哦，加上呢，它的椅背是可以支援倾倒的，所以呢，倾倒过后啊，你要载大型行李啊，还是去夜店捡尸啊，都不成问题啦。OK， 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 Kia Optima K5 的后座乘坐体验为如何啦。首先，这个 Kia Optima K5 它的车身轴距是比起 Tiana、Camry 和 Accord 是多了20mm 的啦，所以它的后座空间其实是比它们大了一点点。但是也不要小看这个20mm 啦，这个20mm 搞不好就已经决定了一个男生跟女生的幸福啦。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配置来讲的话，它后座是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只不过呢是没有 USB 的充电孔啊。再来，中间是有个 armrest， 有2个置杯架，头顶上面是有2个的 downlight 啦，不过是黄灯泡啦。然后后座的乘坐感来讲，首先最大的缺点，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椅子，它的椅垫的话可能就短了一点。加上它前面这个椅子呢，它下面的空间是比较少的，我无法把我的鞋子塞在下面，拿到一个很平躺的那种状况的乘坐感，变成我要这样子坐，可是这样子坐久了过后，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变成它这个椅垫长度可能就是真的是不太理想啦。不过好在就是呢，它的椅垫是做了这个凹陷设计，来让你的卡层有一个的包覆感啦。再来，椅背的倾斜角度，椅背倾斜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倾斜角度不算太斜，也不算太是直的那种倾斜角度，算是那种很中规中矩的倾斜角度。不过好在就是呢，它的这个椅背也是有做了凹陷的设计，来让你的背部有一丝丝的包覆感，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就是好过没有的感觉哦。然后前座的椅子呢，也调成了我的驾驶距离啦，可以看到它离我膝部大概是2个拳头的距离。然后头部空间1个拳头大概是3指这样子，再加上呢，它的这个中间的地台其实也不是很高，所以中间要坐第3个人是不成问题了。只不过呢，它这个中间的椅子，它的那个圆弧度可能圆了一点啊，所以变成坐下去的话，坐长久可能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啊，感觉上好像屁股被什么东西顶上来这样子。加上它的这个椅背的位置和 armrest 的位置呢是比较硬的，所以如果长时间长途坐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啦其实是蛮不舒服的啦。但是如果短途的话，应该是不太成问题啦。所以基本上第3个人还是可能短途的话 OK 啦，长途的话我觉得2个人就会比较好啦。所以基本上这个后座乘坐体验大概就是这样子咯。我们现在看一下前座内饰到底为如何吧。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样 Kia Optima K5 它的内饰。首先一上到车，最吸引我眼球的嘞就是这个 Infiniti 的 logo 啦。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没有听过这个公司啦，但是他们看的听过吗？
Actually 呢，Harman Kardon 跟 Infiniti 呢都是 under 在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旗下公司的产品。然后这个 Harman 公司呢，也是一间美国音响电子公司啊。But 它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 Samsung 给收购了，成为 Samsung 旗下的一间独立的运作子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汽车音响系统的啦。他们的音响系统其实是 very good 哦。不过呢，这辆车因为是2012年出产的，所以它的音响系统可能资源就不比现今的音响系统来的多啦。它只有这个 MP3 啊，然后这个蓝牙连接啊，然后跟这个 iPod 的连接咯。所以基本上现在那种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sorry， 它没有。可是呢，我敢保证，这 Infiniti 它播放的音乐真的是很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Infiniti 它播放出来的音乐会如何吧。好，我们回到内饰。首先可以看到，这辆 Kia Optima K5 它的仪表台采用大面积的软材质，然后它的线条设计也非常的前卫，很有欧洲车内饰那种设计感。不像当年的 Camry 很喜欢用大面积的陶瓷饰板，把整辆车内饰弄得很像昂哥车的内饰感觉啦。然后这辆车呢，也多了比起 Camry 啊、Diana 啊，还有 Accord 多了这个功能，就是全景天窗，所以晚上带妹妹去看星星、月亮不成问题啦。然后至于这辆车，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 steering 哦，我个人觉得它 steering 的 button 有一点多，然后让我看到感觉上有点眼花缭乱呐。But 好在就是它是有这个 pedal shift 功能的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椅子。这椅子是有电动调整，然后它也是有 memory seat 的，所以别人开过你车之后，你可以一键去调回你的这个坐姿啊，之前设定的坐姿。然后它的椅子也是有这个顶背的设计，它顶背感其实也是算是蛮十足的。然后这个椅子它的那个泡棉设定是属于那种很硬性的，加上这个头枕，我个人觉得也是很硬的啦，所以其实它的乘坐感算是还好。然后它的椅背的包覆感 OK 是有，然后椅垫它可能就短了一点啦，我觉得它可以再长一点。不过好在就是它可以通过电动调整来调整那个椅背的那个翘起的程度，这点可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啦。所以基本上这个 Kia Optima K5 的内饰就是这样子啦。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试驾一下这辆车吧。Let's go！ 今天陪我试驾这辆 Kia Optima K5 的朋友呢，也是来自 MZ World 的小黑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MZ World 的小黑。好，今天你就是来陪我试驾这辆 Kia Optima K5 啦。好，没问题。OK， 我们去试驾之前啊 ，OK， 在出发之前，我先问你一些问题啦哦。好，这辆车已经是12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要10年了吧？是不是？对。我想问一下啊，对于贷款方面，这样子已经9年的车会有什么问题吗？基本上没有问题啊，都还可以继续贷款的，都没有问题的。它还可以贷款到6年。哦，就是讲15，总共加起来是15年啦。对，没有错。哦，这样子利息方面呢，会有什么改变吗？收发目前来讲都是保持在3.多%。哦，对，不会因为车龄关系而增加啦。不，基本上除非是讲是说超过10年车，而且通常都很少会在，就是说，如果是说below 10年车，基本上利息都在3.多%啦。如果是说超过10年，就要看银行怎样去算。哦，因为利息方面都是银行给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到顾客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我们只是给人的可能就是大概给一个 average 这样子而已。所以讲有兴趣买这辆车的，他还是可以贷款呐，不用现金付款付完呐。对，没有错。哦，还是一样可以贷款的，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子，很好。因为二手车不是我的强项嘛，是不是？这种贷款东西，我觉得你们的经验也会比我充足啦。然后对于这辆车啦，我们也知道了，它的同级对手就是那时候12年的 Camry 咯、Accord 还有 Tiana。所以其实对于有兴趣买这类型 D segment saloon 车的买家，你会怎样去推荐他这辆车呢？当然就要看他们怎样对比啦。因为如果是讲同年龄车，在12年对比Camry 对12年 K5 来讲的话，12年
的 KFI 其实它会比较 sporty，而且 functioning 也会比12年的 Camry 还来得多。而且看起来也会比较整体。如果是讲年轻人，他们会比较注重 sporty 的情况下，KFI 是明智的一个选择。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其实当年我有一个我朋友的朋友啦，我朋友的朋友不是我朋友，我朋友的朋友，他当年也是出了一辆 KFI， 我一看的时候，哇，这辆车真的是西北独拱哦，很好看。是没有错，因为它有天窗，有 reverse cam， 然后而且它的整体内观也看起来比较 sporty。Camry 的话，如果你能对比 Camry 12年的话，属于那种比较成熟型的人去驾。可是如果是两个年轻一代的人，会比较，也是要看他们的喜好啦。其实也是要看他们的喜好。是。其实我个人选择啦，我讲真的，如果讲当年有本事的话，我就会选择买辆 K5。当年不过现在没有，现在不想买了，因为已经换车了。是。只是讲，我个人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当年Kia 的那个营运方式，我觉得蛮不错的。当年它又有 Kia Forte 对，之后这辆 K5 然后后续又有 Kia Cerrado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一个很后续的推进就是讲后续无力前期一开始有很冲劲的出发了，然后市场有买家了，可是到了后期就可能断掉的感觉。对，就完全没有那个没有市场了，完全已经没有那市场了，而且后续还没有推出新的产品。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比较可惜的啦，因为它其实讲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早期的 Kia 我是蛮不喜欢 Kia 的东西，因为早期我驾过 Kia 的车，到后期看它出了一些 Kia Forte、Cerrado， 又觉得又不错的哦。对，因为它后面它早期它只是单单是出现出一款类似只是单方面一款车而已，它没有出很像其他的 Forte 还是其他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它现在在马来西亚路上新车变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推进后续的车款。对，没有错。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这条路呢，就是上次我跟杰哥来试驾的一条非常弯道的路我来试驾一下它的那个避震。然后这辆 Kia Optima K5 它的避震是前轮采用了这个 MacPherson， 后轮是 Multilink， 是属于 D segment 10轮车通用的设定啦。只不过我刚刚这样子试驾过后，我是有觉得它的避震其实是蛮扎实、蛮稳的，整体给到的感觉是很沉稳。然后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因为这辆车因为有一点年龄的关系它的底盘可能会有一点异响这点可能之后就是你们买家跟卖家可能要去做一个协商，去整修这点没有办法啦，因为有车龄了嘛，是不是？对人老了都会某个地方关节痛还是哪里不舒服这样子很正常正常，老车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它虽然讲它有年龄，但是它整个的底盘其实很扎实、很稳。然后它过那个黄色减速带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描淡写，就好像咚咚咚咚咚这样就过去了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对于可能那种路面的处理真的是很好。然后现在我们过一个弯，它的 body roll 也很好。这点可能得归功于它的整个避震的设定我觉得是真的蛮不错的。所以这个 Kia Optima K5 其实它的避震真的是不输日系车那一些的避震，反而觉得它比它那种日系车的避震还来得好它整个的感觉很沉稳，不会那么跳，是不会那么跳。尤其是刚刚我试驾了这段路啦，我跑快的时候，它在高速的时候不会讲很浮的感觉，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在你在转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被带走的那种感觉。最主要是在这个环节是很扎实。对，然后它的这个 steering， 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方向盘方向盘它给我的手感很扎实，我很喜欢。不过这个皮应该是刚刚包的看起来好像是刚包的。看得出是刚包的，它的整个的大小手感很好，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它的方向盘，
在你摆 setting 的时候，它给到那个阻尼感是很十足的。因为这辆车它是用了那个 power steering 液压式的 power steering， 所以它的阻尼感会非常的真实。因为有些可能现在用很多那种电的那种 power steering 啊，它就是要给你轻的感觉，然后变成整个的摆动感很空虚啊。我觉得现在有些比较便宜的车，它的那种 setting 真的是为了轻而轻哦。对。然后摆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好空啊，好空的感觉啊，没有那种真实性的感觉。然后这辆车它的引擎是搭配了 2.0 自然吸气引擎啦，这个引擎就是之前我有做过这个 Kia Forte Coupe，是同科的 2.0 自然吸气引擎，然后搭配了 6AT 的变速箱，然后它的最大马力是193匹，最大扭力呢则是198牛米，所以它整体的加速感，刚刚那种试驾起来了，它不会给我很明显的那种推背感，不是推背感，贴背感。我就讲错话了，贴背感 ，OK， 它不会给我很明显的贴背感，然后它整个的加速感是属于那种很线性的感觉，那种 NA 车自然线性的那种加速感的感觉。只不过它的每一段的加速，我觉得其实是很饱满的，它不会好像到了某个转速的时候很虚啊，就讲突然没有力的感觉。它每一段的加速是很饱满、很线性的感觉，再加上它有这个 pedal shift 的功能，然后它的那个 6AT 的牙箱呢，它在做换挡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也是很不错。在换挡的时候，它不会给到你很明显的那种顿挫感。它的换挡，你可以通过引擎的声音去听到它的换挡时机，但是它不会给你好像换挡的时候会咚一这样子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个 6AT 做到这是属于那种很柔顺、很通顺的换挡感觉，这点是我很喜欢这辆车的一个点呐。然后它的 pedal shift， 当你在用 pedal shift 的时候，其实 pedal shift 它的换挡感觉也是属于那种很柔顺的，因为有些 pedal shift 它的换挡很奇怪的。它就是你在降档的时候高转速降档的时候它会给你好像很明显的顿挫感，然后让你感觉上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感觉，变成你之后可能不太敢玩这个 pedal shift。但是这个 pedal shift 不会，它的这个换挡的感觉真的是很也是很温柔，用温柔形容它，好像有没有一点奇怪？总之我觉得它的 pedal shift 是蛮不错用的啦。因为我试过有些车型真的是你一降档它就给你咚一声，哇，好像这个牙箱有问题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好奇怪所以基本上它整体的驾驶感是很好的。OK 的2档，升。整体的加速感我觉得很好，然后它的那个 pedal shift 的感觉就是它真的很温柔，不会给你很大的那种顿挫感。当你在做升档跟降档的时候，尤其过完降档给它拉那个牵引力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很大的顿挫感。我觉得这个是它这个压箱做的很好的部分。刚刚我这样子驾驶，你会跟你老板讲吗？不会啊，试车就是要这样子试嘛，对不对？老板讲我这样子玩，等一下下次不可以试车了。没事，就是要为了尝试到这辆车的感觉嘛，是，体验到这种车的感觉。对，因为一辆二手车来讲好不好，其实讲真的，你在做这样子的加速的时候，你真的很可以体验到它的引擎的表现，它的那个真实的状况。如果都不给你大力气踩的话，哪知道这辆车它的 condition 为如何？是，所以主要我们也是会就是尽可能也是让顾客尝试到整体上车的感觉，它的变速、引擎，甚至它的加速啊那些之类的。然后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我觉得啦 ，OK， 它的隔音表现，它的风噪
压制到很好 ，OK， 只是讲对于可能引擎上面啊，它那边传来的声音可能就比较大声了一点啊，可能它的那个firewall那边的隔音可能没这样好，但是它的风噪我觉得很好啊，很不错。你跑120、130的时候，那风噪真的是很细微，不会讲没有啦，很细微。然后底盘上面传来的声音呢，其实也还好，胎噪是会有，但是也隔得很好，不会那种很明显那种胎噪的那种声音传到从底盘上面传上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 MPH， 这一点是做得蛮不错的啦。对于一辆已经这么多年的车，还可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condition， 所以这辆车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预算想买一辆 D7 轮车的话然后又要很好的驾驶感，再来就是这种很好的加速体验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辆 K5 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虽然讲它已经这么多年了，可能买回去过后可能还得做一些修整但是整体来讲，它还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这辆车我个人是很满意的啦。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啦。对于这个二手车有兴趣的，还是讲 K5 有兴趣的，你们都可以来到 MZ World 找小黑哥啦。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他的那些电话地址WhatsApp 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当然，觉得我视频不错的话呢，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然后帮我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啦。然后也别忘了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拜拜。